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亚索绝活哥啊，还有他的新皮肤，皮肤好看啊，我去，还是不错的，我看起来手感还不错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哦。这里面的话可以看到百爆流、百爆穿甲流亚索。第三件的话，你看你自己出咯。如果对面是 AD 的话，你就没必要出魔宗哈，那个，对吧？魔抗刀。但对面是这种魔抗也不低，所以有他的话啊，是吧？还是稳很多的。前两件装备就是银血搭配无尽。暴击基本上拉满，像这版本乌鸦确实比较厉害，而且版本不弱。像他这种手长，其实他选择带那个仙弓都可以。这里极限EAQA 直接收下人头，配合引燃直接带走。而且对面乌鸦应该是玩的比较差的。你像乌鸦的话，前期其实不要学 Q， 应该是学 W 和 E 去跟亚索对线的，因为这两个装备可以叠被动，越早叠被动越好。然后也可以那个叫什么，它主要是通过平 A 来打一个消耗。这里发现对面没有 E 了，直接上去打一套。因为亚索的话还是蛮怕控制，就是被 E 控制到。因为控制到的话，对面是有一定的回血还有叠被动的。E 控制到以后可以那个直接被他释放 W， 那你就走位走不了了。这里的话，亚索有5级啦，对面打野也不敢乱来。这里一个 Q 打断对面的回城，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打野算是炸了。但又收到了一个人头，勉强补回来，但中单是真炸了，完全打不了了。这里的话，对面这边有风，吹起来，闪现跑了，那就穷寇莫追这里尽量去躲他的亚索这种高机动的话，你只要E技能没命中他，那出事的肯定就是你自己。那乌鸦的话，而且像乌鸦必须得在前期，因为通过手长去压制亚索。如果你一级没有做好这个的话，那就后面就难打了。对面的乌鸦肯定没有看过我的视频，谁有他的好友，快去通知他。我发现这个装备，这个特效 bling bling 的，确实好看。如果女生爱玩亚索的话，估计都会买这个皮肤，又帅又粉粉的。对面带的是僵尸守卫，那这局的话，对面乌鸦应该是已经叠了2-3层的那个被动了。像这种情况，乌鸦前期根本就没怎么叠过被动，所以他中后期的话，肉也肉不到哪里去。
像这里面的话，风墙可以提早的去往前放，不让他去吃那个兵线的，不让他补残兵，你知道吧？当有残血兵的时候，你就直接往前放一个，他就遇不到小兵。这里直接进场，一套秒掉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根本就只是吃到个人头，但连兵都吃不到，很亏的。而且亚索的话，应该也就值个400块，多100块钱而已。但对面没有吃到兵线的话，再加上塔皮也在掉，那这方面来说就很亏。好，这边的话银血做出来了，那这样的话亚索进入到了一个单人通关模式，基本上是闻经验是闻不了的，因为这种兵线也是反推兵线。直接配合打野过来拿龙，有火龙的话问题更少。哦，亚索还好，亚索抢到了，直接 EQ 上来，配合奶妈的大招，再加上银血，一直对面还没有做出那个小制裁的装备。像银血的话，对于这版本的永根和亚索这种攻击频率很高的，一直在回血。没有制裁的话，你根本就限制不了他的发育和团战能力。而且他的 Q 也是 AOE， 如果一直命中，伤害暴击够高的话，但他那个血量是一直回的。特别是加上现在银血有那个救主灵刃、双抗还有护盾，再搭配那个你后期搭配一些容错的装备的话，你完全解决不了他。然后你看他如果带3绿，如果他带3黄还好说，脆一点，稍微脆一点。他带3绿，他完全就是又肉又就是你打他的护盾又有护盾又有那些又臭又硬，你知道吧？也不叫臭吧，就反正你就是极致的输出，就是最好的防御。就发现他飞来飞去，护盾一下子就拉满了。然后通过银血的装备效果是吧？然后你根本又扛不住他的伤害。你看2下 E 的话，一下子就把那个被动拉到一半了。如果他一路 E 到底了，哦，对面想要找事情。没有吹起来，吹起来的话就可能接大招，回头接大招了。那不让回就再推一波兵线，没有吹起来。现在就是吹接过去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收一个人头。中路这种，对面的直接吹起狗头，有银血，但没办法。4个人，但狗熊反杀了1个，问题不大。你看，这就是数值的魅力。
基本上像这种发育的亚索，对面是处理不了的，除非落单被抓。如果团战开始的话，有奶妈后面帮他，基本上是处理不了。而且对面这里卡了一下，但不影响吹起来对面的射手。护盾直接有点卡。对面乌鸦进场，确实那个伤害还是很足的。你别看这个英雄咋地，但他虽然说他不会玩啊，其实在我前期发的乌鸦的那个上几期吧，你就发现这个乌鸦其实没那么会玩。真正会玩的乌鸦的话，其实这亚索没那么容易打的。但就算是已经通关了，对吧？打的他们没什么那个经济，一样还是能补上一些输出的。这里维鲁斯直接一往直前，直接做了个团灭。就对面的阵容的话，有2个肉，乌鸦也算是肉的其中一个，没有吹起来那个，主要是风墙放的也没办法，风墙放早了。如果他 E 过去以后有个风墙抵挡一下伤害的话，其实也能把对面射手吹起来接个大招，还是能操作一下的。这高端局的话，确实就是说高分段局的话，没那么容易，就说对面有那么多的失误。对面拿完大龙。推进看看，有狗头这种前排在，伤害不差，得看情况。这里面手短的劣势就出现了，对面有狗头这种前排，优势就很大，然后配合维鲁斯的 Q 去做一个消耗。感觉是有点掉帧，但好像也还行。这里有风了，看能不能没有吹到狗头。对面的射手在那里被吹到了，用 Q 打一个远程消耗。旁边刚刚螳螂的一个切入。这里面拿到龙魂。
这里推推棒加上 EQ 闪 EQ 闪。哦，没有闪现，就是标准的闪现 EQ， 超原神的一个拉扯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掉5个人，直接就可以平推了。下路的兵线是够的，全部来到下路，直接一路平推。那这一局的话有惊无险的拿下了。再拖到后期的话，阵容确实没有对面那么好。那行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